欢迎收看关键时刻。今天美国公布他们抓了一名台湾人，叫做林瑞祥，但你们没办法想到的是，抓他的竟然用到了如此高的一个规格。今天美国为了要抓到这名罪犯，他竟然出动一个神秘组织，这个神秘组织叫做 OCDETF。这个组织是什么？它专门是针对威胁美国的最高级别犯罪组织，里面包含是有检察官带队、情报机构，还有多个机构，通通都进来过来办案。那最后他们顺利抓到人，但是让他们最傻眼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抓到人当下就是这一名林瑞祥，他发现你是台湾人，他发现你怎么才25岁？我们不是一个威胁最高级别的犯罪组织吗？怎么会是你？而且他竟然是管理有22万会员的贩毒网站的一个主谋，他的绰号叫法老，这已经让美国的单位非常的傻眼。而第二个傻眼是什么？他们在侦办这案件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件事情，从起诉书里面看到这一张纸，这张纸里面，我知道你一定看不太懂，没有关系。这是林瑞祥，他在19岁的时候，他是用手绘的方式来写出这个所谓的暗网流程图。这个里面包括他的贩毒，包括他的行销，包括他的金流等等。19岁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已经写得满满的。很多美国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天才，但是你完完全全用错一个方向。好，这一节之后我们讨论的还有虚拟币的货币专家鬼才阿水。观众朋友大家好。玉凤，这一次抓林瑞祥竟然不是 FBI， 竟然是一个特殊的美国的特殊组织。好，过去几年来的话，美国人他们有一个噩梦，而这噩梦呢就叫隐身市集。这个隐身市集，它的桌面就是这样子。你进来的话 ，You are now incognito， 你现在已经被隐身了。你进来之后，你可以马上看什么 listing， 就是你新上架的毒品，还有 vendors 可以看到说谁在卖的。你还可以有一个 private linking， 你可以去连接，直接跟卖家对话。而你听到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你会觉得，到底在卖什么？难道是电商吗？你想想看最后一个 drugs wiki， 你要买的什么药？比如说你要买 cocaine， 你要买吗啡，你要买这个芬太尼的话，这边还有危机。毒品的危机全部都被绑在一起，而绑在一起之后呢，美国人受不了了。为什么呢？过去3年、4年来的话，他们的营业额一年比一年高，他们最后根本找不到人。你只要卖家进入到这个隐身网站里面，你就是暗网，你就是找不到人。对美国来讲，他们必须要铲除它，所以弄了什么 OCDETF 这个单位是谁来弄的呢？其实是雷根时代，他一开始要对付谁？对付哥伦比亚的毒枭，所以那个时候的一个巴拿马快递行动，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把所有中南美洲的毒枭全部抓起来，你知道吗？一个人判刑40年，有上百人。全部都被判了重刑，然后毒贩全部在那一次之后就开始害怕这个 OCDETF， 因为你不要去惹到其中一个单位，你不要惹到 DEA， 你做毒品最怕 DEA 了 ，DEA 就直接用特种部队，然后呢像特种部队一样来抓你，然后呢你也不要找到这个国土安全调查局，我做毒品，我卖毒品，我求财而已，你不要跟这个 HSI 有关系。最怕的就是联邦调查局 FBI， 结果呢，纽约 PD 跟这个 FDA 这些来讲的话，全部会统整在一起，就是要做什么 OCDETF， 做的这些东西是要做什么的？是要去打击中南美的毒枭，打击他们可以瓦解、威胁美国的最高级别的犯罪组织。所以玉凤，刚刚你有特别提到哦，光是惹到一个就不得了了。这一次是通通整合起来，就为你抓他，就为了抓他林瑞祥。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说，当这些单位把它给凑在一起，然后呢，慢慢的进入到这一个隐身的一个 website 里面，然后他们慢慢的兜出来之后，最后在哪里？在美国抓到他之后呢，发现他竟然只有23岁。他竟然是台湾人，竟然叫林瑞祥，所以呢，这个最大的一个犯罪的一个组织，全部组合在一起之后呢，竟然是一个台湾人。然后起诉之后呢，我们就想说，哇，这个人真的是令人难以想象，为什么呢？他是台大的，他是学霸，他学生时期代表台湾去参加奥林匹亚数学竞赛，拿下了铜牌。你不觉得他应该就是一个台湾之光吗？甚至呢，他在这个后来替代役去圣露西亚，结果没想到美国把他当成是最严重的一个罪犯。所以美国抓人的时候才发现，你怎么是一个小孩子？对。就是吓傻了，一个屁孩，结果呢，竟然可以弄这个隐身市集，弄了4年，然后一个人哦，光他个人的获利是1亿USD， 是1亿美元。所以呢，以现在的汇率来讲的话，是30亿台币。然后呢，他
美国在起诉书里面还帮你计算哦，你知道吗？从2021年的10月2号到2023年的8月2号，他卖什么呢？卖 cocaine、heroin、海洛因、LSD， 卖了这些东西。然后呢，这些东西卖了多少钱？光他们最喜欢买的 cocaine 就卖了785万，785万 USD 啊！美国起诉书都帮他算好了，然后来告诉他这些来说的话，你看。股市起起跌跌，但是这个隐身市集、隐身网站来讲，它根本就是生意蒸蒸日上。而为什么会抓到它？其实跟这个有关系，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组织架构，这组织架构就是它这个隐身网站的一个架构。Register 先告诉你说什么？你要去注册，然后呢，再来你可以 listing， 你可以把你的货物上架。你不觉得听起来很像是在 eBay 还是雅虎拍卖吗？你可以上架你要卖的东西，然后呢，你还可以去 edit 去编辑你要卖的东西，然后最后呢 purchase， 最后谁跟你买都可以，甚至呢，你也可以来问我们。这个网站竟然还有24小时客服，讲英文、讲中文都可以。然后你自己的毒枭你也可以去卖，你不觉得这个东西搞得好像是电商一样吗？而且是他19岁的时候就画出了架构，19岁就把这个架构给弄出来了。而且这些东西来讲的话，警方美国的这个OCD ETF 看下去真的是傻眼了。好。这个是他们当初 OCD ETF 几个案子来抓办的时候呢，他们是可以出动什么征收机的，他们甚至呢是可以到这个海上面去直接做这个特别行动的，甚至呢你要是有毒枭，所以他们在行动的时候有飞机是在上面，而且他们还在电脑前面什么。有战术性、有计划性的，想说要怎么去逮捕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巴拿马快递行动，还有他们后来在2009年做的这个黑手党家族，其实很多都是跨境的洗钱、跨境的毒品的销赃。但是呢，这已经是一个新的一个世代了，所以他这个隐身市集来说的话，根本就是超越他们的想象。所以你看他们以前怎么对付毒贩了，上天下海，甚至呢，如果你在家里，他是直接用吊车把你整个家的门给拉起来。然后呢，进去压制你的，那你看，这都是他们以前对付毒贩的，这么凶狠，直接撞进去。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法老，而这个法老呢，24岁而已，他竟然赚了这么多钱，甚至呢，他把这些我们刚才讲隐身市集，还有做标注。什么叫标注？如果你今天来买毒品，你根本不知道的话，来。有这个 Top 5， 有 Top 3。第一个蓝色魔法强效的海洛因砖，每公克9.89美元。你说它还有介绍都在上面清清楚楚，对，多少公克多少美元，它的名字叫什么，功效是什么，甚至呢，他已经帮你想好了，你不用自己去找。有爱心的就是买家的最爱，每个都有爱心，都是买家的最爱。还有三叶草的海洛因，每公克要比较贵哦，这个要115美元，因为三叶草其实是他们地下货物，一个 logo。好，另外来讲的话，你要便宜一点的也有啊。阿富汗用毒品来换武器嘛？阿富汗的品质的海洛因每公克是48.56元，它的1亿美元是怎么算来的？买家要不要付钱？要付钱。对，卖家也要付钱。然后呢，他总共就抽这个5%，抽5%，你知道吗？他竟然可以抽到1亿美元。抽到1亿美元的情况之下的话，你做最后这个黑吃呢，已经惹怒了大家，所以呢，他最后呢，其实有一部分是被人家检举了。好，重点来了，如果他真的这么厉害，那他怎么会被美国抓到呢？如果他真的已经用很多东西来隐藏他的身份，那就是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他有一天要做坏事。对，所以呢，他年轻的时候 email 的时候去注册了很多的东西，包括 LinkedIn， 包括领英。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投履历用那个 LinkedIn， 他是用实名注册，甚至他的 YouTube。也是用实名注册，所以就被勾稽出来了。所以这些东西来讲，被勾稽出来之后呢，就逮到人了。而这在找到他之前呢，其实他做了很多的努力，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加密货币，而且他用的不只是一般的加密货币，像我们一般人可能就是说，哎呀，我们用这个比特币已经很厉害了，他用的是什么？用门罗币，用门罗币。是更难追查的，因为它不是一般的链，所以呢，它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它把这些东西全部把信用币改成了门罗币，要逃避追查。后来呢，当兵的时候去当替代役的时候，你看外交部的这个旗嘛，然后这什么，我们其实朋友也不多了。对，这个圣露西亚，这个就是圣露西亚。然后圣露西亚他还发表演说哦，发表什么演说呢？告诉圣露西亚的执法、电信诈欺的执法人员，还有这个虚拟货币洗钱的人员。我来教你这些东西，他是有这个虚拟货币，完完全全手把手的去教他们呢。
它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因为它是有一个证照的，它是有认证合格的虚拟链的一个证照，所以呢，他来教这些。然后呢，最后圣露西亚还很大力的发了一个新闻稿，外交部也发了一个新闻稿，我们台大的替代役的这些替代役的役男，在圣露西亚来帮助友邦打击犯罪。结果当你回头发现说他在转机的时候，被 FBI。一只手抓一个，他们当初看到的时候，怎么是个小孩子？这太讽刺了。他们也是吓到了。但是呢，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它后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其实，因为美国这次起诉来讲，我们看到了这个故事。如果他好好的做，他真是台大之光。对，因为他爸爸其实也是台大的校友。他这样做下去，你看还有数学的这个竞赛拿到了个铜牌，奥林匹亚数学竞赛铜牌，他应该是可以的。最后呢，他用自己的名字。在天母买了一个6000万的预售屋豪宅，为什么要这样用实名去做？其实那个时候呢，起诉书没有提到，他可能已经要收尾了，他可能知道说这一个网站已经被人家盯上了，所以呢，他把这些东西资产转一转之后呢，用他自己的名字买下这个豪宅，应该就是想要远离美国了，但是来不及，已经被抓到。被抓到里面的话，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有一个 USB， 你知道吗？这 USB 藏在哪里吗？它藏在银行的保管箱，而保管箱我们知道，你拉开之后呢，你有上下2层，这个 USB 跟其他的 USB 放的地方不一样，你必须要把保管箱拿起来之后呢，整个抽屉拉出来之后呢，你手再进去往上捞。它是被用塑胶的袋子，像是毒品的封装袋，把它封装起来之后，用塑胶袋把它往上贴在保管箱里面的。所以如果你拿起来，你只注意你这个保管箱里面的东西的话，你是找不到这 USB 的。它是藏在那个上面的。对，然后呢，它用的是 Kingston 的最高级别的，它有密码锁，它也有加密锁，所以呢，到目前为止，这个 USB 还没有被破解。如果被破解的话，美方希望说里面是什么东西？里面就是美方希望就是你这22万个使用隐身市集的买家，还有你这1000个毒枭，如果真的在这 USB 里面，如果真的被破解，或者是这一个学霸台大学霸。他为了想要出来，因为他获利太多了，而且呢，他在美国成立这些东西的话，他可能会终身监禁。对，现在来说的话，有4个共犯，1个都还没找到。如果林瑞祥把这个东西给交出来，把这个 Kingston 的最高级别的 USB， 或者是说把他帮忙解锁的话，只要你能够有功，你只要能够立功，或许你有机会。可以回来，因为他妈妈还在台北。对，如果他有机会回到台湾的话，他就可以陪他妈妈度过最后的这几年。如果没有的话，恐怕你要一辈子关到死。所以这个关键 USB 里面藏着22万的会员号。对，那这样等于什么？我不管我是毒枭，我卖毒，或者是我去吸毒的，我一定不会让他曝光啊。那现在全部人都在等他。对，现在来讲的话，他关在美国，你说。就安全了吗？其实很难讲，因为他现在是拘留的一个情况。如果今天这个消息已经风声出去了，你想想看，22万个买家，其实不用太怕他假斗有什么好惊。但是你那1000个毒枭，你要知道 OCD ETF 以前对付了这巴拿马快递，还有这些黑手党家族，谁会放过他？如果我们知道说这个东西里面有我的资料，我一定想办法把你处理掉。因为你如果不在了，你不在人世间，你就算里面有资料，谁去证实？没有密码可以破解。对啊，我怎么或者你破解了，你也没办法有人来当证人啊。对，因为他不可能用张兆和、林玉峰清清白白的写吧？因为通常来讲的话，你一定有个对照表啊，只要他消失了。或许这些毒枭就放心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其实这是一个时间的赛跑，而对他来说的话，也是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赌注。志总，为什么这一次林瑞祥他会被美国给盯上？因为他触碰到了最红线、最底线的东西——芬太尼，直接在这个贩毒网站这么大的一张图里面写了芬太尼。第二什么？很多的毒枭，因为中国毒枭也都在用这个网站。第三个是什么？他也太聪明了吧，弄到美国人仰马翻的。对，为什么要追查他？因为很简单，芬太尼这3个字是谁最讨厌的？川普，对不对？你看他为了芬太尼，他可以跟各国再打这些所谓贸易战，他就是要取消芬太尼在美国造成的影响嘛。好，那为什么这样？因为芬太尼1年在美国造成7万人以上的死亡，这个川普绝对不能够接受，所以他上任第一件事打击芬太尼。对，那打击芬太尼的话，当然要从这个所谓的这个隐身网里面来说，有这个法老，这个法老到底是谁？一定要把他抓出来嘛。好，那我们就讲。为什么要叫做法老？我们说真的啦，他也是我们台湾的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高材生嘛。你看
台大资管系毕业，然后他也双修数学系，所以他的本身他的这个学历跟他的经历一定相当厉害。我们呢，因为我们是台大毕业，所以我大概知道这种台大厉害的真的是相当的厉害，你要抓到他真的都很困难，我必须说真的哦。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你看他后来被发现到说毕业之后他还到哪里去？到我们国内的金控，去这个念台大的时候，到我们国内的某金控去实习。那实习什么？他就当时就是负责后端还有区块链的研发工程。也就是说，他事实上当时就在熟悉所谓的区块链的一些相关。为什么到金控去？因为金控来说，你可以碰触到那种所谓务实的实物面的这个部分，而且还有后台的这些东西，你可能就对整个区块链相对的比较了解嘛。从我当初怎么去这个挖金这个区块链的前端到后端，他都了解，所以他才能够后来才完成这个所谓引申整个网站或者整个交易的这个流程的建立，他才可以弄得起来嘛。这个就是林瑞祥他所创造这个引申嘛。所以美国已经盯上这个流程嘛，他当然同时之间在找这几个人到底是谁嘛。好，那他们美国要怎么去破获他呢？当然就进入了这个相对网站里面，他们到底怎么卖？我们先跟他讲，他们是这样子的：你点进去之后，你能够进到里面去，然后点进去就说，你看他们有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东西。你看有的会有图示出来，有的会没有图示。那图示你看它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价格，你看价格都标在这个地方。那他们到底是多少公斤或者多重？都是芬太尼。对，没错。那就是这样。好，他就说，如果假设我们假设买了这一包。就这一包没有送过来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啊，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免费更换给你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他们其实有非常强大的这种所谓售后服务的这个部分。好，那这是所谓的这个实体的芬太尼，他们还会卖什么？还会卖这种，你看，他就直接给你一个所谓这个化学式。化学式在这个地方，化学式他为什么要给你呢？他给你化学式就是说我可以直接给你这种原料也都可以给你。譬如说，你看这个所谓的这个氟苯环乙醯，你看它就是每100公克1250块。那你看它这个东西，每一个都有价格出来，然后还有这个药效是怎么样，这是我们去查它的药效，所以等于是你要看得懂他在卖什么东西，然后卖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可以自己回去调配，这些都是属于原料的部分，或者说你可以要不一样的效果，你可以做出不一样的效果，这就是他们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商品在暗网上面卖给你的一个状况。而且我这样听完我之后毛骨悚然嘞，先驱原料就已经可以卖，你可以自己做没问题。如果你有需要，我直接做好给你都没问题。然后呢，让川普最生气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盯上他？我们红色框起来是什么？这一些分享就是什么？中国出口，中国来的，对啊，所以他就直接跟你讲嘛，助长中国是，所以我就说，你看他们进去之后有这么多的这个网站可以卖，对，好，那我们就讲你点选了说，我要买什么？假设我点这个之后呢，你要我买这个，好，那他就问你说你要怎么付？那这个一共是2500块美金的时候，他就说好，这里面有2个币别，你可以选择，一个是门罗币，一个是比特币，对，所以呢，能用这2个币别来说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这里面的交易整个流程来说是相对比较封闭，而且相对安全性是。就如果你真的要交易的时候，安全性是很高嘛，好，那就讲那送给你会送什么？你看，如果假设你要送这个所谓前驱化学品的话，你看他说我会送给你这样，你看送给你，你的要的东西我们都会这个给你这个分装给你的一个情形，你看这整个化学桶这样装，然后还有这个用这个类似冰淇淋桶装给你这样，然后还有这个打包给你的这个情形，哈，这是所谓的前驱化学品。他们会跟你说，我们现在的货了怎么样的这个状况，我们会怎么处理啊？哈，这些都有照片给你看。假设你没有特别指定要求的话，我们会用很多方法，譬如说用这个，假装是狗饲料啊，狗粮，对，弄给你啊。那假装是狗饲料，你看外面，你看全家全犬旗的这个狗粮，你看都给你，就是这种狗粮的这个状况。又是简体字。对，好，那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洗车液。这个汽车液的这个东西，你看戴拉的这个洗车液，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它等于是用这种方式来说话，就让你觉得说，它是其他化学品。这样标示起来的话，你要这个抓到它，其实也蛮不容易抓到他们的。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譬如说我们今天买一个东西好，对，我们都会写说它是来自于哪里，为什么产销的履历是这网站里面竟然产销履历也有，当然有啊。你看到红色这个区块连来自哪里我们再讲一次 ，China 有没有？它里面各种系统通有，它也不会怕你查。对，这太夸张了。对啊，没有错啊。他为什么要弄这样？因为我们知道说，事实上这些这个买卖毒品的都要知道说成分怎么样。对，它完全标示。对，成分怎么样来说，事实上他们很多江湖在这都知道说，谁做了怎么样，谁做了，他们一看到这个就知道这个成分到底如何嘛。好，那你说这个川普看了当然更生气嘛。你看
这全部就是简体字啊！这简体字来自什么地方？中国啊！所以你知道川普为什么那么生气？你这摆明就是来自中国来毒害我们美国人嘛。好，那为什么川普那么生气？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上在节目上一直讲过，刚才我说了，每一年的大概有7万美国人因为这样过世。那你知道美国人口大概占全世界5%啊？那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啊，几乎是80%-90%的芬太尼都是被这5%的人使用了，所以那美国就很严重啊。我们现在包括在这个，如果你有去什么美国的西岸，很多地方对毒品管制比较松散。你看，这是一个男生啊，一对男女来说，他们在这个街上就这样裸露上半身，然后精神恍惚，然后这样好像这个真的不知道嗑了什么药的一个状况。你看，这就是一个已经怀孕的妇女哦，怀孕还对。啊，但可能这种有毒瘾的你很难戒嘛，对，你戒断症你很难度过，就要倒在地上，你要看急救人员就来帮他做这个 CPR 急救他的一个状况。那甚至你在美国很多地方都会看到这种路边的就有人路倒，那路倒的话你就看到警消人员就开始对你做这所谓 CPR 的这个急救的这个措施，这那么多，那甚至你可以看到我们这几年很多网红也到这个旧金山去拍啊，他们说这个很像是什么丧尸集团这样，你看这么多人倒在这个地方，街通常都他们是感觉真的很僵硬，都在那个地方，而且都是用那种很不自然的这个姿势就倒在那个路边啊，或者这样一整排都这样。你看到这个状况来说，你当然会觉得，这是美国吗？你会觉得这个是泱泱的这个美利坚合众国吗？所以才说为什么川普那么生气，一定要抓住这些人，特别动用了特殊的这个机构要抓到这些人，因为这些人真的毒害整个美国。阿水，我们刚好特别提到，为什么这次美国要针对林瑞祥来做？因为他做的这个贩毒网站真的是惊呆了美国人，是你跟我讲我才知道。那形容成什么？根本就是贩毒版的虾皮网站，通通都有。它其实在上面的资讯非常完整，就是你任何有需要想要购买这些违禁品、这些毒品的人，在上面是可以一目了然去挑选。你可以在上面挑选你想要的这个各式各样的组合，甚至它的价格都是非常一清二楚的，在上面能够被看见。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有自己独立的银行机构啊？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他们在使用这样子的交易的过程里面会需要用到加密货币，有2个很重要的主因。所以第一个是加密货币本身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点对点的支付技术。什么意思呢？今天如果我要转账给你，是不是我们要通过所谓的银行这样的中央单位？那一旦我们这样子的这个金流可能涉及不法、非法，是不是我们在转移的过程里面可能就被冻结住，对不对？可是因为加密货币它本身是去中心化的，所以它在支付上面它有更高的便捷性。其实在这几年，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求这一些加密货币的交易所要做所谓的实名认证。过去呢，我们会认为说，加密货币在支付的系统里面，因为身份是很隐秘嘛，我从 A 钱包转到 B 钱包，转到你账户里面，是谁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去追查这个金流、这个币流的过程是非常辛苦。可是呢，现在全球政府都在要求说，交易所你要让你的用户使用这些功能，对不起，请你要做一个东西叫做 KYC， 也就是 Know Your Customer。就是让你的客户谁在使用这个账号是一清二楚。所以今天当我在交易所上面，我购买一颗比特币，我购买一个泰达币，也就是加密货币的美金，要转账给你的时候呢，这时候金流是不是就会有一个转账的记录？这时候他们在追查的时候，发现这个购买是来自于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这个是哪一些中心化交易所？这时候呢，他们只要相关的司法检调单位来函，就说你这个账号对不对？这个 ID 是1235678，他汇了一笔这个非法的这个金流过去，他的使用者是谁？这背后所有的东西就一目了然了。对，那他为什么说他很厉害？是他做了一个银行系统，是因为而且他才19岁。对，刚刚的那个我们刚刚看到那一张图里面。他银行系统早就在他的构想，早就他在脑子里面了。其实我觉得很可惜，是他这么优秀的一个人才啊，其实他从一开始就已经打定他要走偏门。其实你看他去设计的这个整个流程里面啊，其实他说白了就是什么？他想要快速的赚钱。所以他在思考是什么？我今天想要做一个非法的勾当、非法的交易的时候，我要做的是，首先我要保护彼此双方啊。买方的资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上架图品在我这哦，对，你必须要通过我的层层的考核之后，你拿到了相关的资讯，而且我们2个人之间的对话是必须要通过加密技术来保密的。再来呢，我们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系统，在上面可以知道，我要挑选海洛因，我要挑选这个各式各样的毒品以外哦。
它还有评分系统。这个评分系统是什么？评分系统你知道它是有做淘汰机制的哦，也就是说，很多人说这个卖家给的这个毒品不纯，他给的货没有到，对不起，他还会把他的金额给扣押下来，让卖方没有办法去提领他的货款，而且一旦这个卖家有长时间被受到这种所谓低分的投诉之后呢，还会下架。这根本就是贩毒版的虾皮啊！对我还可以投诉哦。你要知道，这在电商系统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且完整的做法。那今天他在支付的过程里面，他设计了自己的银行系统是什么？就是所有的金流，对不起，请你进到我的指定银行，也就是所有购买人物，你要买，你必须要透过加密货币去汇款到指定的账户之后，由我的这个银行统一收受所有的款项。对。确定买家有收到货了，确定这个品质没有问题，我再扣除我的手续费5%，接下来我再把95%的货款支付给卖家，这是一个非常缜密且完整的商业体系。所以难怪美国会觉得它这么棘手，从卖家、买家、用户端等等，甚至还有评分系统，还有自己的银行系统。难怪他的会员有22万人这么多，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你要全世界这22万人还不一定是所谓的使用者哦，这些人可能是中游，甚至于再分发给下游，所以他开枝散叶所带来的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可是当他今天把加密货币的这个技术用到错误的地方的时候，其实他有个致命伤，就是他这背后的资讯、金流、币流、使用者都有机会被查出来。对，这也是为什么当他的网站短暂时间停留之后啊，大家会担心，因为他去勒索这些买家卖家说，每人要给我2万美金，我才能够把你的资料删除或是给隐匿。大家为什么会担心？因为这过程全部都有被查出来。阿水，这一张图就是我们起诉书里面拿到这张图，19岁的时候，这个所谓的林瑞祥就已经画了出来。这里面最厉害是什么？他19岁，他把架构都画出来之外，你刚说他连脱罪的方式，19岁耶都已经想好了。其实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他设计这一套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犯罪，所以他不只是架构了完整的商业逻辑外，他连自己如何要避免这些危机，他都思考过，都想好了。对，他这过程里面其实做了非常多很厉害的技术哦。首先第一个是你今天要成为卖家，你必须要完成相关的注册的这些过程。那他还透过了 API token 的方式呢，来去辨别说，这个卖家他的资料资讯是什么，再透过我刚刚所提到的一些加密技术的执行，来确保说双方在沟通的过程，这些资讯都可以被隐匿起来。再来呢，第二点，他在发布商品的过程里面，他采用了一个完整的所谓的电商的架构，也就是它在上面会有什么商品的名称、价格、图片，甚至连说明都清清楚楚。对，那这一些一笔一笔的资料呢，它都写入到了伺服器里面的资料库。那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在暗网上面交易的东西都很多是非法，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毒品啊、伪造的证件啊，或者是一些骇客的一些工具，其实都能够在暗网上面买到。所以他做的这些电商系统，其实就是把所有资讯上架上去之后，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去购买。再来呢，买家要下单购买，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困难哦。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把你设定好，就是你去选择你想要购买的商品的属性、数量，然后去进到了所谓的结账页面之后呢，它会提供一个这个相关的资料是有做加密的整合，所以大家你在支付的过程里面呢，你的这些汇款的资讯会更难的被查到，不是说完全查不到哦，是今天检警调要列入当中的时候，它有更高的困难性。那最后，它再透过加密货币对去来做完成支付。但我们也看到这个东西啊，其实这个图案搭出来的时候，大家看了百思不得其解。原来这里面暗藏都是每一笔所谓虚拟币的交易吗？是，其实我刚刚上节目前我还去看了他的推特，就现在叫 X 嘛。对，我看这个我真的吓到第一次有人把他的犯罪金流这么完整的，而且这是林瑞祥自己剖出来的，对，他竟然完整，这是公开的哦，这不是什么私密的哦，这是公开的资料其实你们知道，在这整个犯罪行为里面，为什么他的金流会被查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得益于这些国际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对于这些犯罪的案件
或者是这些所谓洗钱的这些金流去做积极的配合。对其实你看它这上面啊，它有非常多的都是经过这些所谓的中心化交易所。对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当我今天要购买，比如说我要购买比特币，我透过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去购买。那刚刚我就提到了，我今天要使用这间交易所的时候，我必须要做一个完整的身份验证，我要提供我的身份证啊，我的出生年月日啊，甚至你还要透过 AI 系统要确定你是本人哦，它有一个扫描的过程之后，我才可以使用这个账户。对那今天当我们发现说这个转移的金流过程里面是有涉及非法，一旦台湾的政府或是世界各国政府有相关的需求的时候，他来函就说：“你现在在台湾拿牌照啊，那你必须要提供相关的资料给我的时候，这些犯罪就会无所遁形。”伟炫，我们刚刚这样一路看下来，林瑞祥现在还在纽约的这个监狱里面。他如果真的把 USB 交出去的话，他会被放出来吗？我真的打上一个大问号。为什么？我们过去都知道，川普他非常喜欢虚拟币，过去就有一个美国版的林瑞祥，就是他。他也曾经因为这种案件，他被关了进去。关了进去之后，他把他的犯罪手全部都交出去之后，川普真的特赦他了。不然，照啊，你要仔细看哦，这件事情的发生的时间点，它在2011年，所以换言之，他是这个所谓的暗网交易的始祖，他叫乌布瑞希特。他厉害在哪里呢？这时候他成立了一个叫做 Silk Road， 也就是丝路的这样的一个暗网网站。那为什么他要成立呢？其实他有他的目的，他是说任何的交易行为啊，都应该是有自由意志。所以他原本的初衷是好的，就是说所有的交易跟所有的贸易呢，都是在自由的概念之下，不会受政府干扰。但是呢，在开始成立之后呢，你会发现哦，突然间呢，底下跑出来很多的交易项目，比如说大部分都是 marijuana， 也就是所谓的大麻，有些是所谓的迷幻药。但这一开始呢，都只是轻微的东西，它主要的目的不是这个，因为它整个分类哦非常多。结果没想到，等它开始卖着卖着，这时候偏离初心了。为什么？发现太好赚了，太好赚了。对，所以呢，如雨后春笋呢，开始越来越多厂商跟越来越多，就有了开始跑出什么银行账户也出来了。OK， 假币也出来了，然后最后呢，连枪支都出来了。那到这边为止呢，其实基本上已经偏离了原本的主轴了，开始在大歪楼了。结果没想到最后连买凶杀人都跑现都可以在买凶杀人可以都在这个地方买到。对，所以变成是说，大家发现说，哦，这个暗网太好了，警察根本找不到。因为各位你要想，再讲的是2011年，那时间点非常早。所以呢，当它的发展成一个规模之后呢，完全变成一个犯罪集团跟网络，甚至你看啊，上面有卖非常多的 fake ID， 就是非常便宜的这种假证件啊，一大堆，你要各式各样的，通通都提供给你。而且呢，我们讲了，它是最多开始它收入说什么3年哦。短短时间之内，非法销售额就达到12亿美金，12亿。它的 commission 大概就是8000万元哦，美元。所以你想想看，这个东西啊，跟林瑞祥来讲啊，他应该是林瑞祥的始祖，对不对？但是呢，到后期的时候啊，连他自己啊，都开始变成这种犯罪集团的首脑。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看哦，这一张一张都是他的 ID， 比如说 New York State，OK， 那 Colorado，OK， 各州的，他每一个都有他的假 ID， 而且名字都不是什么 Sean David， 一听就非常假的名字。但没关系，这就是他的假 ID 嘛。然后这一张里面，他叫 John 哦，每一张他的姓名都不一样，为什么？他就是要躲避了所谓的警察查缉。但你知道吗？最后面他怎么被逮到的？其实很妙，很妙是在于说，第一个、哦，他有我们讲早期论坛的发文记录，跟我们讲林瑞祥的相关的这些 email 很像。还有呢，他登录的记录，以及他 Gmail 跟 Facebook 也留下这个痕迹，也就是呢，这是有所谓的实名制，而且你有办法找到人一个合法管道的 ID。但是最有意思是在哪里呢？在这个乌布瑞希特呢，他曾经访问过一个论坛，这是关键重要，他会被逮到一个证据，就是 Stack Overflow。那 Stack Overflow 呢，它里面他干嘛？他回答了提问了相关一些程式码相关的问题，而且把自己的真名给用上去。所以 FBI 你看多厉害，他就我先找到说这个问题跟这个相关的提问有关，然后再连接到呢说这可能是他这个本人，然后再跟暗网做一个连接，所以好不容易用签连看的方式，终于连到他，因为他当时第一时间发完之后，他马上知道搞砸了，赶快把自己搞成 First， 结果但是还是被发现了，所以他是花了好几个月呢，最后在哪里？在一个科幻小说区逮到了他。但是有意思的来了，因为大家开始问说，既然他的罪行跟他的所犯的犯罪跟林瑞祥这么像，而且他还是始祖，那他现在还活着吗？还好吗？来，你看哦，当时经营毒品网络、洗钱 ，OK， 电脑入侵，甚至是造人，你知道他还做一件事情什么吗？他曾经有被人家发现自己真实身份过，但不是警察，所以他那时候被发现呢，他被勒索了，所以你知道他干嘛？他花了15万美金在他自己的暗网上。买凶杀人过，对，所以他自己体验过那项，他够狠嘞，对，他体验一下服务，所以他说要直接买凶杀人，说要杀死那个威胁者，
但是这么多罪行，你说应该至少是无期徒刑吧？甚至有没有可能被死刑啊？好，2015年的时候，你看啊，只隔了4年而已，短短大概3年就被抓了。确实他被判了无期徒刑，但最后面赵尔，你猜他现在人在哪里？人在哪里？他现在在外面在爬哩的照啊，不是终身监禁吗？哎，对你刚才讲成也川普，败也川普。你说林瑞祥会被逮哦，主要是川普要打击芬太尼。对，当时特赦他的就是川普在1月22号说我要特赦他。OK， 这家伙逮就不没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理由很简单。最早在2011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有运用所谓的区块链以及加密货币这样的概念。换言之，他对于比特币整个在兴起以及后续的发展，他可以算是元老级、始祖级、OG 的角色。所以为了感谢他贡献良多，在币圈里面非常多人希望说能够把他救出来。所以川普你也知道嘛，现在炒币炒得可开心了，还开晚餐呢，整天卖。需要人，川普币。所以呢，他就是因应这些人的这种期盼之下。就把他给放出来，因为政治正确。所以你想想看啊，在林瑞祥现在这个状况之下，很多人讲说他有没有机会放出来谈赵尔？我觉得机会不高，因为你还忘了吗？美中谈判一个核心重中之重是什么？芬太尼，就是芬太尼。所以你难保说林瑞祥会不会是在这一次刚好被抓出来记起，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标的？至少在短期这几年之内，即便他认罪协商啊，你要我说在10年内看到他走出来，我觉得机会不太高。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